全世界最反常的一幕正在日本上演，日本央行终于加息了，利率从负 0.1% 一路抬到了 1% 左右。照正常逻辑来看，加息应该吸引资金回流，资金回流，日元就应该升值。可现实却完全相反，日元不仅没有走强，反而一路跌穿关键位置，一度来到对美元163附近，接近40年来的低位。也就是说，日本央行明明在收紧，市场却在用汇率告诉他，我根本不信你。这才是今天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日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明明开始加息，自己的货币却还是止不住下跌？更重要的是，如果日元继续走弱，它影响的绝对不只是日本、韩国、台湾、亚洲制造业，甚至全球套利资金都会被卷进来。这场看起来像日本自己的问题，最后很可能变成一场亚洲资金重新定价的游戏。先说一个最关键的事实，市场现在怀疑的不是日本央行愿不愿意加息，而是它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利率真正加到足够高。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你愿意加息和你能不能承受加息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市场这么怀疑？因为过去几十年里，日本每一次真正想收紧，最后几乎都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一次是在1989年前后，当时日本资产泡沫已经膨胀到非常夸张的程度，东京土地价格疯狂上涨，股市也一路逼近历史高点。日本央行为了给经济降温，开始明显加息，结果这一针下去，直接刺破资产泡沫，日经指数从高位一路下跌，房地产也进入漫长调整，随后银行坏账堆积，经济进入长期低迷。后来人们把这一段称为失落的几十年。第二次是在2000年前后，日本经济好不容易刚刚喘过一口气，央行开始尝试退出零利率，结果偏偏撞上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经济再次掉头向下，刚刚加上去的利率最后又被迫降了回来。所以对市场来说，日本的历史留下一个印象，日本每次想加息，经济都很容易先扛不住。而这一轮更加特殊，因为过去日本收紧的时候，至少日元本身还比较强，现在却完全不一样。2024到2026年，日本重新走向利率正常化，但日元却继续贬值。这说明问题已经不仅是日本央行加不加息，而是市场开始质疑这次加息到底有没有真正力量。这里面至少有4个死结。第一个就是利差，美国过去为了压制通胀，把利率推到了高位，而日本即使开始加息，利率依然明显低于美国。假设美国利率在 5% 左右，日本只有 1% 左右，中间仍然差着好几个百分点。对于全球资本来说，这就是一条非常直接的收益差。同样是把钱放出去，一边只有 1%， 另一边却有 4%、5%， 资金自然会问，我为什么要回日本？只要这个利差没有明显缩小，日元就很难仅靠一次加息完成真正的趋势反转。所以日本央行加息以后，市场看到的不是日本终于变强了，而是你加的还不够。但问题马上又来了，既然加的不够，为什么日本不干脆狠一点，像美国一样把利率快速拉高？答案就在第二个死结，债务。日本政府债务规模长期处在极高水平，2026年中央政府债务已经超过1300万亿日元，债务占 GDP 比重超过 250%。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不是说日本明天就会破产，真正麻烦的是它让日本对利率变得极度敏感，利率越低，过去大量债务还能滚下去，但如果利率持续上升，政府的利息支出就会越来越重。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央行很难像美联储一样一口气把利率拉到高位。如果真的加得太快，金融体系、财政支出、房地产、企业融资都会同时承受巨大压力。所以市场会认为日本央行可以加息，但它不敢无限加，这就是最尴尬的地方。日元太弱，它需要更高利率，债务太高，它又承受不起太高利率，前面需要踩油门，后面却拴着一块巨石。
这就是所谓的债务死结。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套利交易。日本过去几十年长期维持极低利率，于是华尔街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玩法，先借便宜的日元，然后把日元换成美元，再去买收益更高的美债或者其他海外资产，这就是日元套利交易。只要日元融资成本很低，海外资产收益率更高，这笔交易就有利润空间。所以过去很多全球资金实际上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借日元卖日元，买美元，买海外资产，这会儿天然形成持续性的日元卖压。而日本现在把利率从极低水平加到1%左右，到底够不够改变这套结构？如果美日利差仍然很大，答案未必。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会继续测试日本央行，你不是加息了吗？那我继续卖日元给你看。如果汇率还是守不住，市场对央行的信心就会进一步下降，然后就会出现第四个死结，信心。这其实是最麻烦的一层，前面的利差、债务、套利，最终都会变成一个问题，市场到底信不信日本央行能坚持到底？如果所有交易员都认为你加息加到某个位置，自己就会先受不了，那你现在的每一次加息威慑力都会下降，就像打牌一样，大家已经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有限，你喊加注，别人不一定会怕，反而会继续测试你。这也是为什么单靠口头干预汇率效果往往有限，真正能够改变趋势的不是一句我们关注汇率，而是市场相信你的政策真的会让持有日元变得更有吸引力。所以今天日元的问题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话，利差还太大，债务又太高，套利盘又太重，日本央行想救汇率，但政策空间却非常有限。可更有意思的是，日元一路走弱的同时，日本股市反而表现得不错。很多人看到这里会直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经济是不是复苏了？事情没这么简单，日元贬值本身就会对日本股市产生几个非常直接的影响。第一，出口企业会显得更有优势，日本汽车、机械设备海外卖出去以后，收入换回日元，账面数字会变得更漂亮。第二，日元越便宜，海外资金买日本资产时，入场成本看起来越低。同样100万美元，以前能换的日元少，现在能换更多，所以对外资来说，日本股票突然变得更便宜。第三，很多大型日本企业本身就有大量海外收入，汇率贬值以后，这些美元和欧元利润换回日元时，账面增长会更加明显。所以日本股市上涨并不能简单等于日本国内经济非常强，它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汇率带来的效果，这就产生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觉。股市在涨，日经创新高，海外资金不断进场，散户就很容易觉得日本终于重新崛起了。但如果你只看到股价，却没有看汇率，很容易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假设日本股票涨 15%， 听起来非常漂亮，但如果同期日元对你的本币贬值 20%， 那你真正拿到手的结果依然可能是亏损。所以投资海外资产从来不能只看股票本身，还必须把汇率一起算进去。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讨论日本 ETF 有一个词非常重要，汇率对冲。有没有对冲汇率，最后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而日元继续下跌，真正危险的还不只是日本投资者自己的问题，它会直接影响整个亚洲。原因很简单，日本和韩国、台湾很多产业是竞争关系，汽车、机械、电子零组件、半导体设备，同样一件产品，如果日元突然贬值很多，日本厂商报价就会天然变得更便宜，韩国和台湾企业马上会感受到竞争压力。这时候其他亚洲经济体就会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自己的货币太强，出口竞争力就会被削弱，可如果跟着贬值，又可能带来进口通胀和资金流出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性贬值压力。一旦一个主要出口国货币大幅走弱，其他竞争对手就会开始思考，我要不要也让自己的货币跟着弱一点，否则订单可能被抢走。所以日元持续走弱，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数字，从150跌到160，
而是它可能开始改变亚洲制造业之间的价格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联想到1997年。当然，今天的亚洲和1997年已经完全不同，外汇储备更高，金融监管更成熟，很多国家的汇率制度也已经发生变化，所以不能简单说1997年一定会重新上演。但那段历史真正值得参考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机制，当一个地区的货币开始出现连续贬值压力，资本流动会迅速放大波动，货币贬值，外资撤离，资产价格下跌，市场更加担心，然后更多资金离开，这就是货币危机最危险的自我强化机制。而今天亚洲真正需要防的就是这种传染效应，尤其是日元如果继续大幅度单边走弱，韩国、台湾以及其他出口经济体都很难完全置身事外。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反直觉的风险，如果未来美国开始降息，或者日本央行真的继续收紧，日元突然反弹怎么办？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说，那不是好事吗？对日元当然可能是好事，但对全球资产未必完全是好消息，因为过去大量日元套利交易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日元长期便宜。如果这个前提突然改变，很多套利仓位就需要被平掉。什么意思？以前借日元买美股、买美债，现在发现日元开始升值，融资成本也提高，原本看起来很赚钱的交易风险突然变大，机构就会开始卖掉海外资产，买回日元还债。如果规模足够大，这种平仓速度可能非常快。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一直高度关注日元套利交易反转。真正危险的不只是日元继续跌，而是某一天日元突然猛烈反弹，前者伤的是日本购买力，后者可能冲击全球资产价格。所以日本央行现在其实面对一个非常难的平衡，加息太慢，日元继续贬，进口通胀继续压居民，加息太快，债券、财政、企业融资又可能出现压力。如果未来日元突然反转，全球套利交易还可能出现集中平仓。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现在的问题远比到底加不加息复杂。真正的问题是怎么走出超低利率时代，又不把过去几十年建立在低利率上的结构用它。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阶段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极端价格自动理解成抄底机会。比如日元跌到40年低位，很多人第一反应已经跌这么多了，还能跌到哪里去？于是呢，开始把大量资金换成日元，赌一次均值回归。但这里必须分清楚，如果你准备去日本旅游，未来几个月要消费，分批换一点日元，这是消费决策。但如果你把家庭大部分资金重仓压在日元反弹上，那就是投资决策。两件事情完全不同，便宜不等于马上反弹，跌了很多也不等于跌完了。如果决定汇率的核心因素，比如利差和资本流动好没有明显改变，低价完全可能继续维持很长时间。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消费资金、投资资金彻底分开，不要因为未来要去东京就顺便变成日元交易员。第二个风险就是买日本股票时一定要看汇率，尤其通过 ETF 投资日本市场，不能只看指数涨多少，还要确认产品有没有汇率对冲机制。如果没有对冲，股票涨幅和汇率变化必须一起计算。比如股票上涨 15%， 日元呢却贬值是 20%， 所以看起来你买对了股票最后整体结果仍然可能不好。所以海外投资永远有2张成绩单，一张的是资产价格，另一张就是汇率。第三个需要重新认识的是日本长天期国债。过去几十年，日本长期处在低利率环境，所以很多人呢已经习惯认为日本国债就是稳定。但如果呢日本真的逐渐走向利率正常化，逻辑呢就会发生变化。利率上升的时候，债券价格通常会受到压力，期限越长，对利率变化越敏感。所以过去呢，在零利率时代看起来非常安全的资产，到了利率上升周期里，风险结构可能完全不同。尤其呢对追求稳定的资金来说，不能拿过去30年的经验，
直接套到未来。这就是日本今天真正给全球市场上的一课，不是日元一定会崩，也不是日本一定会失败，而是一个长期依赖超低利率的经济体。当他准备离开这个环境时，所有资产都要重新定价，那是要重算，债券要重算，股票呢也要重算，全球套利资金同样呢要重新计算，而亚洲其他经济体也必须跟着调整。所以接下来真正需要盯的不是某一天日元涨 1% 还是跌 1%， 而是3个更重要的信号。第一个，美日利差有没有真正缩小？只要美国利率仍然明显更高，日元就很难彻底摆脱压力。如果美国开始持续降息，同时日本继续加息，利差明显收窄，汇率逻辑才可能真正改变。第二个，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如果日本呢继续紧缩，长债收益率持续上升，那就要观察日本财政和金融体系能不能承受更高资金成本。真正的压力往往不会第一天出现，而是在债务不断再融资时一点一点累积。第三个，日元套利交易有没有开始集中反转？如果日元突然快速升值，同时海外风险资产出现抛售，就要提高警惕，因为那可能意味着过去多年积累的套利仓位正在快速解除，这才是日本政策变化真正影响全球市场的渠道。所以今天这件事情不要只理解成日本央行加息失败，真正值得看的是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的金融结构切换。过去30年，日本靠超低利率撑住债务、资产和经济，现在通胀起来了，日元太弱了，这个旧模式越来越难维持，但新模式也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今天最矛盾的一幕：央行在加息，货币却还在跌，股市在上涨，居民购买力却在被侵蚀，海外资本不断进场，但套利交易的风险也在不断累积。这就是现在日本最真实的状态，它不是简单的复苏，也不是马上崩溃，而是一个旧金融体系正在被迫重新定价。而这个重新定价绝对不会只留在日本，它会通过汇率传到韩国和台湾，通过套利交易传到美债和美股，通过出口价格传到整个亚洲制造业。所以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看到日元跌了以后才去猜底在哪里，而是完全不知道这场变化为什么发生。未来真正值得我们持续盯住的就是3个指标：美日利差、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以及日元套利资金有没有开始大规模反转。只要这3条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日本这场利率正常化就还远远没有走完。而真正影响全球市场的也不是日本到底加息几次，而是市场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日本真的有能力离开过去30年的超低利率时代，